真正的天才，或是真正的贵族。我原本属于后者，而在短短3个月内，我变成了前者。大家早，雪儿早，小雪早上好啊。3个月的时间，也同样能用成绩和态度征服曾经对自己不屑一顾的同窗。或许1次月考的成绩只是意外，但是3次，只能说明现在的我已经成为学院顶尖的存在。早读课进行得十分顺利，除了所有人的目光都会时不时地看向我以外，或许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为什么不过是一场车祸，养伤回来以后的我就变得如此精致，如此清纯，甚至如此完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初想要欺负我的人，此刻再度看着我的时候，会不会一不小心红了脸？当然，我对他们的想法毫不在意，可不是吗？比人类还要完美的人，当然是变态。曾经经历了那么多极限苦难之后的我，早就知道人类的情绪和痛感什么的都很靠不住啊。薛同学来说说，看对于这道题有什么看法？我的心脏中早就盛满了冰冷，所以才能压制自己的情绪，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完美吧。是。这种压抑早就将我的心灵扭曲了，就算用变态来形容也不足为过。薛雪同学，你真的很完美，完美的家世，完美的容貌，甚至是现在完美的成绩，反倒让那些原本心中升腾起嫉妒的人开始反省自己的小心思。小姐，学业很辛苦吧？还好，总要学下去呢。比起漫无天日的黑暗，这样的辛苦却会让人觉得很快乐。我回来了。小雪，今天怎么样呢？还不错。母亲今天也很辛苦吧？薛家的部分产业，虽然名义上是被老爷子传给了儿子薛景，但实际上却是被云如这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在打理着。当然，这个女人乐在其中，并且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女强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咄咄逼人。是很辛苦，下面的经理简直没脑子。对了，你下周的月考怎么样？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就好，这次也要第1哦。虽然早上才关心着女儿是否学到很晚，但是还是强烈要求做到最好。这就是云如向来的虚荣心呢。既然得到了1次第1，就必须一直保持下去，才能得到所谓的母爱吧。果然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呢。当然啦，就知道小雪是最棒的。对了，我明天还有一个慈善项目，要去探望慈心孤儿院，早餐就不在家里吃了。慈心孤儿院，真是熟悉的名字。没有因为献血接近我的妹妹，果然还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想办法进入薛家。应该说，那群人真是无论怎样也不会死心呢。虽说企业家很多时候都要通过各种慈善活动来塑造企业形象，但是这么巧又盯到慈心孤儿院，这绝对不是偶然。母亲太辛苦了，今天要早早休息呢。自从那次车祸以后，向来不讨喜的女儿，不知为何竟然变成了我的心头肉。果然是一夜之间懂事了很多。薛柔在慈心孤儿院，据说从小被院长养到大，最为听话的小女孩，容貌似洋娃娃一般可爱。没想到这么快，妈妈又要去孤儿院了呢。云夫人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啊！孩子们清楚明白的知道，
从车上下来的人绝无可能领养他们中的一个。那些人衣冠楚楚，出手阔绰，却并非出自本心的同情，来去就像是为了完成差事般赶场，所带来的短暂效应，只有院长偶尔展露的谄媚笑容和他们来之前的一顿饱餐及沐浴。他们眼中的羡慕和呆滞，让如云唇边的笑容更冷酷了几分。只是下一瞬，目光转移到其中一个小女孩的身上。女孩的眼中有深深的辱没之情，那渴望的眼神和唇畔小心翼翼的笑容，让任何一个身上还有零星半点母爱的人都能心肠融化。上一世，母亲因为我的叛逆和顶撞，所以兴起想收养一个乖巧的孤儿作为我的榜样的念头。没想到，竟然带回了一条毒蛇。这一次，我已经变得这么听话，历史还会重演吗？小姐辛苦了。陈叔，小姐，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小姐虽然平常也总是心情很好的样子，但今天似乎更上一层楼呢。是啊，我在期待呢。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我的好妹妹啊！小姐，欢迎归家。谢谢。啊，没有。小姐，夫人今天还未回家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我先上楼了。小姐真是太美好了，每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好像整个人都在发光啊。是啊，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的错觉呢。小姐简直就像一个天使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薛家的小姐，一个完美无缺的女孩。至于为什么从前没有发现这份美好，或许是因为在几个月之前，小姐一直在薛家老爷子那边住着，偶尔回来也并不显得那么亲密。但那场车祸以后，小姐不知道怎么说服了老爷子，开始常驻薛家。我们这才惊觉，小姐是多么温柔和美丽。夫人，欢迎。这位是？她叫小柔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我看她挺可怜的，就带回来了。云如极少会有善心，这次不知为何，竟然会将这个小姑娘带回家，甚至有种想要收养的冲动。